自今日起，就由你暂设宁海县令之职。这，先将这些造册入库，再与我传下话去。传话？他高旭不过是一个百里侯，就有上万的身家。本郎君乃先王之子，当今大王的亲弟，又是王教亲简的台州5县之主，这区区3、5万之数，瞧不起谁？礼，我收了。礼单，退回去，让他们细细思量好了，再拟好送过来。阿姐，这闭嘴！到底偷了什么东西？哎呀，现在不是说的时候。哎呀，反正是有用的东西啊。阿佑，你先回去吧。他不能回去，他得跟我们一起走。做贼还留下个证人，你可真够傻的你！剑也拿着。阿姐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些事情，我去就回。啊，行啊，你快回去吧。阿姐，阿佑，你听话，阿姐带你去台州玩上几个月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是，玩一段时间。行。哎，走，玩几个月，走。就算你割了绳子，这些船也走不远。这些战船是黄龙岛纵横海上的根本，若是坏了这些根本，此生便再难回来了。阿兄，你是要拦我们吗？他的父亲是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是你的阿娘。你说我该拦下你们吗？阿兄既然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儿，你可以不帮他，但是希望你不要坏了他的事儿。我若是想坏了他的事情，方才在母亲和舅舅面前，便直接戳穿你了。真娘谢过阿兄。不管你从琅琊阁中拿了什么，都不值50万户粮米。那便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。阿兄既然不想坏了他的事儿，能不能放我们走？你快走吧，我让九郎等候待救。真慢，坐不住了，便到望海楼上去看一眼。
陪着这个臭丫头一起胡闹，是不是很辛苦？反正从小到大都是陪着你胡闹，如今老了，陪着这娘胡闹，也是一样的。你呀，非要做个挑剔的丈母，我继续陪着便是了。你说那死丫头，她会拿些什么东西？那要看她搬得动什么了。费了这么马心思，我只拿走些不值钱的。哎呦，那她可亏大喽！真要是拿走，值得上50万户粮食的东西，哼，怕是这一宿他们都搬不完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这全都是啊！查验完了，这是什么呀？庄帘已收，所余64担，为阿娘再教添庄。杀千刀的死丫头，竟敢拿老娘来消遣！他都拿了些什么呀？拿走了16面双龙旗。啊！哎，上林湖蜜色窑烧制的青瓷，光期3年的存货，趁你轻点儿，拿到市面上能换整整10顷地。家贼难防，我就不该发这个善心。还有呢？既然是家贼，自然是识货的，值钱的一件都没拿，除了旗子。还拿走了黄龙令，以及阿佑传我的令，岛上所有的船无分大小，都给我派出去，把那2个小子给我抓回来，千刀万剐。都跑了1个时辰了，你去哪里抓呀？小人参见少之司。传各东主、船主，正月15，台州宁海上元节大会，5万斛粮米换1面双龙旗。逃啊！快点！那小人谨奉令律。一个睡下吧。睡下了，等你等到亥时3刻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好些日子没逆床了，一哥今日乖得很，没有跟着他三叔胡闹，大字也写了，诗也背了，王先生在3个字上点了2个点。哎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你别给弄醒了。
老家，我明天又得出趟京，去勘察河宫，估摸着得去个10几日吧。所以年前可能赶不回来。我去给你收拾行囊。哎，不急。来，去年我从泾阳走的时候，就答应了你们，要赶回来陪你们过元征。可没想到，竟是一场变乱，一分别就是大半年，还害得你们母子跟着担惊受怕。哎，今年中秋节的时候，我又答应了一个，趁着元征之时7日休沐，带他去一山下骑马。这么看来，这回又得食言了。毕竟和去年不同嘛，食言便食言吧。他心里或许会有些失落，事后再补上便是了。至少不是又去拼命。澶州一夜下，隔大河相望。珊瑚哨地段一旦修建修葺完工，大河南岸4、5年内将再无水患之虞。只要挨过来年的夏汛，等到秋粮入库，朝廷便能缓上一口气了。陛下月前刚刚颁布明诏，免除了京畿诸州的赋税劳役。若兴河工，免不得征发徭役。朝廷议事反复难免，天子却是不好出尔反尔的。陛下预计至今已有半年，各州各县也能安民用事，捐免钱粮。南门外聚集的10多万流民也已经散得七七八八，还剩下7、8千人。这些人留在营中，即便每日1粥，也是空耗粮米。不如发遣到河工上去，还能多些长气力的干粮。只要答应将淤出来的田地分授予他们，想必这些人不会懒惰。灵公说的是，张彦策伏法，还剩下数千降卒。若是贸然遣散，又恐他们没了生计盘缠，滋扰地方荼毒州县。若是悉数斩杀，却有伤圣王，不如一同遣了到河工上去。若是再怠惰生事，诛之亦不可为不仁。这是李谷的主意吧？陛下圣明主诏。德辉，陛下。令公与枢密计议周详，再没有不妥当的。儿臣以为需明诏约束京师勋贵、诸镇将帅，不得去澶州买田置地。澶州河邑开出来的田土，必须实打实落在这些流民和降兵身上。有恒产者有恒心，如此方能保经济安定。令公以为呢？陛下，此乃谋国之言也。左卫上将军心怀仁术之道，通晓上下情弊，用人用事，周详妥当，此乃朝廷之福，亦是天下之福。二郎，不是阿九说你，宫中之事
旁人可以置之不理，二郎却万万不可置之不理。这陛下身边的老弟兄、老臣子，平日里该走动的要多走动。这大郎会不会做事，我不知道，但他会做人，只这一点，二郎便比不过他。大哥身为嫡长，名分早定，朝中文武自冯令公、郭枢密以下，皆以其为主君。便是父皇，早在登基之初就将开封府尹的位置给了他，其中心意不言而明。我又怎敢与大哥相比？二郎，此话说得差了。如今世道，哪有什么名分当然？若论及名分，官家1年前还是石家的臣子，阿姐亦不过是一个王妃的名分，而如今，一个成为天子，一个成为中宫之主，这又岂是论名分论得来的？阿舅慎言，这种混账话也是能说得的。当日史弘照在朝会上是如何说的？官家坐江山，靠的是长枪大剑。哎，那冯令公当日又是如何做的？米麦各30万户，种粮3万户，便买了一个中原天子。哼，这手中有钱粮，有兵马，朝中有人推崇，不是储君，也得为天子。这番道理，大郎比二郎看得明白得多。这是乱世的立身之本，性命攸关之事。阿舅以为我还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是一回事，若是这机会来了，能不能把握住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机会啊，永远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。九郎君到底是何样的章程？还请别驾明示。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州中也好，各县也罢，都有谁家曾与台州营田司放过袋子，或者是签过放贷的宝器。正月初10之前，拿着袋器或宝器来州衙长史书房录名核验，只要契约是真的，自当有一番富贵。哎呀，真有肉我也没得嚼劲的。请君入瓮。台州没有州心，九郎君也不是来郡城，这里不是五州，是吴越。只怕是他炸咱们堂堂君子，历史上也是历史。敢问别驾，九郎君所说的富贵，到底是什么？正月15上元之日，九郎君会在宁海张安港设宴款待州中父老近身，不用书简，也无需拜帖，与营田司往来的契书，便是赴约的凭证。这哪里是什么请君入瓮，这明明就是鸿门宴啊！司马大人。那些放了袋子的各家家主，或许可以不理会，可你我却是州衙属官，便明知是鸿门宴，又焉能不去？
为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？神虎子不过说了几句话，事情若是便顺顺当当的办成了，日后这台州5县还有你我的立足之地吗？可是他毕竟是……坐下说。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台州大案一起，这些放了袋子的地方豪族便已是砧板上的鱼肉。神虎子要拿他们的脑袋来做投名状，换了你是各家家主，你敢去吗？可是那沈别家不是说……神虎子说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听谁的，信谁的。就算是投名状，也须是你我的投名状。投名状啊！郎君驾临宁海偏僻之地，地方大户献纳些许财货礼物，也是其中应有之义，称不上投名状，寻常人情往来罢了。宁海一个穷县，如此寻常的人情出息，便有个3、5万银券之数。我们吴越每年给中原天子的人情，不过才20万银券。台州5个县加起来，我这个知州的人情面子，怕不是要比中原天子的还要大？哎，你的人情是多少啊？我卑职。哎呀，多少？郎君，卑职不过微末小吏，在朝中又没有根基，这些地方的豪富平日里如何能将卑职放在眼里呀？即便是人情往来，也不过30、50，券也不过7、8匹。就金珠财货，即便有人送，卑职也是万万不敢收的呀！这太少了吧？高旭超家的单子我可看了，在宁海，他1年的人情出息多则上万，少则也有7、8千，到你这儿却只有30、50，你诓我？郎君，那一县令长那是百里侯，号称小军，卑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，这说的好听些是官，这说的难听些，这于这县衙之中，也就是一个大书办，那如何能与高明府相比呀？这也罢，听起来怪可怜的。那便予你一个发财的机会。自今日起，就由你暂设宁海县令之职。先将这些造册入库，再与我传下话去。传话？他高旭不过是一个百里侯，就有上万的身家。本郎君乃先王之子，当今大王的亲弟，又是王教亲简的台州5县之主。这区区3、5万之数，瞧不起谁？礼，我收了。礼单，退回去，让他们细细思量好了，再拟好送过来。这我正月15上元之日，我要在张安港设宴，约请台州5县近身世家宴饮议事，共谋富贵。请谁不请谁，谁能来谁不能来，都由你这个宁海令说了算。只是有一条，此番你自家若是收不到高旭1年的人情出息，这个县令便做到上元之日为止。诺。九郎君驾临台州，新官上任，又是宗子，不知是什么章程。这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！我记得去年夏天的营田惨案，沈从约2任之中，
高明府勋戚子弟都坏在他手上。就是啊，不是说正月15招安大会吗？那是鸿门宴，过去怕是要掉脑袋呀。是啊，不，这九郎君的刀再快，他能杀无罪之人吗？这九郎君是皇帝，他若肯放过你，这有罪也是无罪；他若是盯着你，这无罪也是有罪了。葛文学，大家不要客气，坐坐坐。主公，听我一言，此次张安大会是神虎子的首位，此人与我台州上下有仇，其居心殊不可问。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与魏司马已有定计，等到了上元之日，由我二人亲赴宁海县张安港，面谒九郎君。一来行参议上官之礼，二来也为各位一探虚实。葛文学高义，老朽不胜感激。九郎君上任台州，韩家为了份菲薄之礼，还要拜请葛文学当面代承郎君。没问题。韩家也有礼单，请文学代承郎君。不成敬意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哎呀，请诸君放心，台州亦是吴越王土，诸君皆是前世子民。纵使九郎君有误会，我与魏司马也会为诸君开解消事。应该做的，应该做的。提举，州府文学掌故葛延平今日召集了州中10家家主，在城外庄园会议，马车将庄园外的道路都堵住了。府中各曹参军、属佐、僚属也都有去的。葛强去了吗？那倒未曾见得。去吧，盯紧一些。诺。当年将葛强母子赶出家去，做主的便是葛延平的父亲。即使葛延平召集的会议，莫说不会请他，便是请了他，他也绝不会去的。子谦，以你的名义，请此人过县衙叙话。此人真的可信吗？